1896年某个阴霾的清晨，一艘法国蒸汽铁甲舰偷摸靠近英国南端的怀特岛，顿时港口的岸防鱼雷基地警报大作。只见这里存放着数枚鱼雷，还有锅炉房和蒸汽机。士兵将一枚横截面呈椭圆形的怪异鱼雷推上滑轨，该鱼雷长度6.7米，重量1吨，头部有全动方向舵和升降舵，背部竖起4米多高的桅杆，尾部除了方向舵，还有一对共轴反转螺旋桨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对螺旋桨竟随着2台蒸汽机启动而同时转动起来。随后水平轨道抬起和坡道滑轨对接，鱼雷带着轻微而独特的嗡嗡声不断下滑加速，一头扎进水里。很快无畏舰就发现一枚鱼雷正以惊人的27节航速从岸边冲来，于是紧急满舵规避，谁知鱼雷竟会跟着转弯，不到2分钟就跑过1500米来到眼前，随即命中舰首。90公斤烈性炸药瞬间崩出70-80米高的蘑菇云，没过多久铁甲舰就开始倾覆。而这枚速度惊人的布伦南岸防鱼雷并没有发动机，只是靠拖拽2根钢丝就可前进并制导。去掉外壳发现，鱼雷中段有2个钢骨，各自缠绕一根长约10千米的细钢丝，钢丝拽出时带动2个钢骨相互反转，其中靠后的钢骨向尾部伸出中空的传动轴，带动前桨转动，靠前的钢骨则带动一根同心内套的传动轴驱动后桨，使2副螺旋桨共轴反转抵消反扭力矩，而拽出来的钢丝又各自经过导轮进入钢骨的中空轴，并从尾端引出，沿着钢丝顺藤摸刮，发现末端绕在岸上的蒸汽卷扬机上，机器收线越快，则鱼雷肚里的钢骨转速越快，航速就越高。经测试，直径1.8毫米的钢丝在额定拉力下，可使鱼雷航速达到每小时50公里。在130年前，这个速度可谓惊人。为了控制航向，2个钢丝导轮的轴上还有涡杆，用来带动传动轴，给前面的球形转向舵机提供动力。只见该舵机内部是4个散齿啮合形成的差速器，其中左右散齿被钢丝导轮驱动，而前后散齿则是由星齿轮。如2个钢骨放线速度相同，则由星齿只在原地自转，使舵机保持静止；如任意一个钢骨加速或减速放线，则2个由星齿轮就会向前后方向公转，并带动框架跟着旋转。于是波动转向柱的斜向滑槽带动转向柱上下2端的摇臂牵拉操纵钢丝，分别驱动头尾的方向舵偏转。因此岸上2台蒸汽机通过调节相对转速，就可控制舵机偏转以进行制导。同时，为了让鱼雷定身在水下3.7米，在头部尖锥里还有个水压计，其构造就是把一个活塞放在管道里，靠弹簧抵抗水压来保持平衡。深度过大，则活塞带动连杆后移，使定身器受到上浮指令，推动升降舵后缘下偏；反之，深度太浅，则活塞带动连杆前移，使定身器收到下沉指令，推动舵面后缘上偏。因此，定身器是此鱼雷的机密部件，它的外观是个盒子，在发射前1刻才被装进鱼雷。据推测，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旋转的钢骨带动定身器的传动轴，这根轴一端有个摩擦轮驱动圆盘旋转，而头锥水压计里的连杆则拨动一个套在方轴上的摩擦轮移动，如果摩擦轮外移，就会使方轴加速转动，导致飞球被离心作用甩高，推动顶杆上行，波动滑快后退，于是牵拉头部的升降舵面偏转。反之，水压计连杆波动摩擦轮内移，方轴就会减速，使飞球和顶杆下落，推动滑快前移，带动升降舵反向偏转，从而实现了自动定身。所以鱼雷前航时，4米多高的桅杆会始终伸出水面，通过顶端的小灯泡指示位置。岸上的鱼雷操作员则一边用望远镜观察，一边调节2台蒸汽机的相对转速以控制航向。在大清光绪年间，它是世界第1款实用型高速制导鱼雷，对2000米射程内的敌舰简直是3指捏田螺，稳拿。